投资股票一定要投资10倍股，要赚超过10倍的回报。很多的朋友说，哇，10倍股可能吗？这是因为大家在投资的时候，很可能还是输钱的。赚一点点钱已经好像是很不容易了，还要是10倍股，而这正正就是为什么普罗大众在投资股票的时候都是输钱，因为他们赚的时候赚很少，输的时候输很多，结果就是输钱了。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找10倍股。如果你有系统的去找10倍股的话，找到10倍股的机会会增加很多。今天就给大家6个10倍股拥有的特征，使到大家可以更容易的找到10倍股。大家好，我是奇葩爸张志云，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，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，找到10倍股，让财富滚雪球。回到今天的主题，那10倍股有什么特征呢？第一个，这家公司卖的产品有没有议价能力？在经济学里面有一样东西叫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， 中文叫做需求的价格弹性。一般来说，当价格上涨的时候，消费者的需求会减少。那一个好的产品相对来说，它的价格弹性是没有那么大，也就是说，当它的价格上升的时候，消费者还会继续消费，减掉的量不会太多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公司就会定价定得比较进取一点，因为它不需要牺牲卖出去的量。那哪些公司有这么好的需求的价格弹性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个产品靠的是品牌行销，而不是打价格战去比较。给大家马上一个例子，可口可乐在过去这么多年用了不同的方法，大量的做广告。当我们看到这个颜色、这个字体，还有一开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有一种情绪上的快乐，因为很多的可乐的广告可能是跟开心的运动足球赛有关系，或者是圣诞节很温馨的场面有关系，使到我们从小就把可乐跟这些快乐的场面挂钩在一起，想起可乐就可以快乐。你看这个名字都是非常好，我们一听到、一看到、一想到可乐的时候，就好像很开心，想喝一口，就是这样上瘾的。不过不太健康，我戒掉可乐很久了。曾经的我是非常上瘾的，每天要喝2公升以上的可乐。后来知道不健康之后，是花了好多时间，戒了好多次，终于戒掉了。今天为了大家喝一口可乐。有了品牌之后，就不需要再靠打价格战，它的价钱会高一点。今天我们去买可乐的时候，不会因为旁边有另外一支牌子的可乐比它便宜1毛钱，我们去买另外一支，我们顺手就是拿起这个可乐，因为我们觉得它贵一点合理吗？这个味道我们已经习惯了吗？再说我们很开心，那一点点的价格不在乎，这就是可乐品牌的厉害。全世界的品牌当中，可口可乐的品牌是最有价值的。到了2020年的时候，虽然可口可乐的品牌被苹果啦、Microsoft、亚马逊等等追过了，但是在饮料里面，可口可乐还是排第1位，可见它的品牌效应是非常的强的。那有了品牌还不够，最好的是它还能够让消费者上瘾，使到我们无时无刻潜意识的就想去喝它一口。所以我们看到可口可乐在过去50年，它的股票是涨了超过80倍。很多人想10倍已经好像不可能，或者你现在想50年涨80倍，好像没有这么多的耐心去等50年了。其实大家看一下，在90年代那10年里，当然当时还配合了一个牛市，可口可乐的股价是涨了11倍。那这里又带出了几个重要的事件发生了。第一个，90年代的时候，可口可乐是迈向了全世界。当时苏联解体，可口可乐也迈进了东欧和俄罗斯这些新兴的市场，再包括全世界，相对来说财富都增长了，消费可乐的人都多了。这个全世界的大市场给到可乐有新的跑道，
去增长它的销售量。另外，可口可乐还有产品的延伸，当我不喜欢喝可乐的时候，我想换一换口味，结果也是可乐的。我要健康一点，现在要喝水了，原来也是可乐的。所以大家看到可口可乐拥有了它可乐的优势，它的渠道已经建立了之后，在它的渠道里面加插不同其他的产品，使到它的收入还可以不断的增长。所以一个十倍股它的市场有多大，而且有多少其他的市场和产品可以延伸出来，也是非常的重要的。我们看回股神巴菲特，他就是在1988年开始买可口可乐，之后还不断的加注，到现在为止还是一股没卖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巴菲特除了有眼光之外，还有耐心、有信心的持有他买的股票，知道这只股票的价值，不会急着去获利离场。那如果你错失了90年代可乐增长的那个黄金年代，不要紧，到了2000年的时候 ，Monster 这支饮料的话，它的股价从2000年到现在这20年内是增长了900倍。为什么它的增长比可乐还要多呢？因为可乐70年代的时候，其实它已经涨了很多了。如果我们再早一点开始的话，可乐增长了要比 Monster 饮料还要多。重点是大家就不要觉得错过了可口可乐，错过了 Monster， 机会还有，只要我们学会了怎么去看下一只10倍股，我们可能找到的不仅是10倍，还有100倍、1000倍的股票都有的。那好了，讲完美国的饮料，我们讲一讲中国的饮料。这个公司它的起步点是非常漂亮的。一般来说，品牌是需要很多的资金，在不同的地方长期的打广告，花了好多钱才能建立的。这支品牌在70年代的时候，美国当时总统尼克逊访华，周恩来在宴客的时候用了这支酒来招待 Nixon， 这就是茅台。茅台就成为了国宴指定的酒，国酒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就算到了今天，我们想起国宴就想起了茅台，这个品牌价值有多少呢？但是它是没有花钱就开始建立了这个品牌咯。那茅台还有另外一个优势是可口可乐和 Monster 都没有的，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付费模式。最可以让公司暴利的模式就是消费的人不是付费的人，付费的人因为要讨好消费的人，不介意给多一点钱，这个时候这个定价能力就更高了。比如说我在家里喝酒，可能不会喝2000多块一瓶的茅台，好像很贵啊。可能我几百块的白酒已经喝了蛮开心的。但是如果我请客的话，特别是那个客人是非常重要的，我要让我这顿饭很有体面的，我不会拿一些便宜的酒出来，可能使到我丢脸。但是如果用了国宴的最贵的茅台酒，无论他喜不喜欢，起码我不会丢脸。在这个时候，无论茅台多贵，我请这个大人物吃饭的时候，一定要有茅台了。喝了茅台，我能拿到某些生意项目机会，能再另外赚回我请他喝的酒的费用。这就是羊毛出在狗身上，有猪来买单。其实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经济里面，这种羊毛出在狗身上，有猪来买单的付费模式是到处都是，只要大家张开眼睛，机会满满。我们回看一下可口可乐，它的毛利率是60%，已经是很高的了。但是我们再看一下茅台的毛利率，它是91.5%。茅台用的料不便宜哦，但是它卖出来的价格是更高。就是因为它有品牌，再加上付费这个模式。那茅台过去20年给投资者的回报有18倍。未来茅台会不会冲出中国，进入全世界市场呢？茅台除了白酒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饮料，像可乐一样可以有其他的饮料去延伸呢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一下你对茅台、可口可乐、Monster 或者其他股票的看法。那如果你想学多一点如何有系统的去寻找10倍股的话，
我有一个公益课，马上就要做完了，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留言，写下我有兴趣。一旦我完成这个课程之后，会马上通知你。那看到现在也给自己一个赞，也给我们一个赞吧，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。